好，我是青哥，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是10月31号的星期六，我刚刚收到一波从淘宝海运过来的快递，就想跟大家说一说，说不定能帮你们种到双11的草。而且我这次买的所有东西从中国运过来，就是完全包邮、免运费的，真的是相当的划算。推荐大家如果在用淘宝的话，可以去淘宝有一个专区是满299跨境包邮运往新加坡的专区。之前其实我也有用过，只不过那个时候这个专区的物品种类还是比较少啊，有很多东西都买不到。但是我最近发现他们跨境包邮的物品的种类越来越多，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如果想买什么东西的话，会先去包邮专区看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我再去买那种需要转运公司寄过来的东西。而且最近双11的话，包邮专区的很多东西也是有参加双11的满减活动的，所以我觉得还挺划算的。我这次在淘宝上买的东西的种类也非常多。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买了一些这种小发饰，大部分都是这种鲨鱼夹，最近特别流行这种鲨鱼夹，它用起来也非常方便，包括我现在头上戴的这个。也是这种珍珠的鲨鱼夹，这次买的都是不同形状、不同质地的鲨鱼夹，就是可以搭配不同的风格。第一个就是这种金属的半月形的鲨鱼夹，这种风格就比较温柔、简约、大方的。这个大小就比较适合做半发夹，比较适合抓那种公主辫的发量。另一种呢就是这种塑料的米色的半发夹，这一款就是比较温柔一点的。还买了一个这个蝴蝶形状的抓发夹，因为今年蝴蝶元素大火嘛，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样的抓发夹带着玩。最后一个就是塑料透明的闪闪发夹，这款就是洗澡的时候也可以戴，因为是塑料的，而且这一款就比较适合像我这样发量比较多的妹子，可以把所有的头发全部盘起来扎在一起。还在同一家店买了一个这样的蝴蝶结夹，因为今年迪士尼公主风特别的流行，无论是这种小的蝴蝶结夹还是那种大的蝴蝶结夹都超级的火，然后我就打算买回来搭配不同的风格，就是像这种形状的发卡就直接这样戴在头顶，就非常可爱。接下来我还在另一家店买了一些饰品，一个是这样的小项圈，它这个项链设计的还挺新颖的，就直接打开就可以戴，而且感觉它整个做工还挺精致的，项圈上有挂一个这样的玫瑰，看起来非常的精致。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在他们家买了一对耳饰，也是玫瑰元素的，然后上面还有金色的小蝴蝶，佩戴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嘛，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当然和我今天的衣服不是很搭。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彩妆，我在完美日记家下单了2盘眼影盘和2根唇釉。完美日记这个品牌，我相信国内的小伙伴应该非常熟悉的，就是国货之光呀。看各类美妆博主大力推荐他们家的，无论是眼影盘呀，还是口红啊，包括底妆产品等等。这次呢，正好在包邮专区看到了他们家可以免邮运到新加坡，我就毫不犹豫的下单了。我选的这2盘眼影盘，一个是小狗盘，一个是锦鲤盘。这个小狗盘就是和李佳琦的他那个宠物 Never 一起联名出品的，这只狗就是小狗 Never， 它的配色也挺可人的，而且还比较吸引我的是它这个里面的4个冰淇淋色系的偏光色，给大家看一下这4个偏光色的手背试色。真的是超级的鲜，超级的美，非常适合新加坡这边的夏天吧。至于这一盘里面的几个哑光色的话，就是比较偏大地色系的那种，日常妆比较好画，然后不用想太多怎么去搭配它们。然后另一盘呢就是这个锦鲤盘，我买这一盘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名字叫锦鲤，我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只锦鲤。这一盘里面的配色非常的少女，就是我喜欢的那种粉橘色，就是感觉这一盘吧可以画出比较元气的橘粉色的妆容，也可以画出粉紫色的妆容。就是感觉非常百搭的一盘，而且从盘子里看的话，感觉它这里面的粉橘色都是属于饱和度比较低的那种，所以应该说上眼不会特别显眼肿的那种。这盘也挑选了4个偏光色，给大家看一下手背试色吧。另外的话就是2管唇釉，一个是桃子立交 H02，一个是猩红伏特加 H11，这2个颜色一个就是比较偏眉调的粉色，一个就是比较偏橘调的红色。试下这个 H11号色看一看，上嘴就是这样的颜色，我个人感觉还不错，显气质的那一罐，也不会特别显老。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他们家还送了一套这样的小刷子。它这个刷子刷毛应该就是纤维毛的，不过摸在手里还挺顺滑的。再下面的话就是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这样的手冲壶，然后它这个壶是不锈钢的，是可以直接在明火上加热的。然后我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把手是木质的，可以直接这样抓着手柄不会被烫到。然后这个手冲壶的整体质感感觉还不错，就是和我的预期是差不多的。另外呢，我还买了一个这样的做手冲咖啡的咖啡壶，我买大小是刚好可以做500毫升左右的咖啡，够我们家2个人喝。另外的话，它还送了一个这样的咖啡滤网，不过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加一层咖啡滤纸在里面。整体做工的话，我觉得看起来还不错，完全符合它的价格。硬要吹毛求疵的话，就是它的这个皮质的带子的部分可能
质感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呢，我不太在意这些小的细节，所以对我来说完全 OK。接下来呢，就是我在李宁家买了一双鞋子。我自从出国了以后就没有再穿过李宁家的衣服啊、鞋子之类的。然后这次突然想买他们家的东西，是因为我喜欢的一个博主叫本末测评，他有特别的在他的视频里强调说，李宁家的东西性价比超高，无论是做工还是用料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扎实，勾起了我对李宁的回忆。我就毫不犹豫的下单了一双李宁的鞋子。给大家看一下这双鞋上脚的样子，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看的，就是感觉它不像有一些老爹鞋比较显脚宽，这双还好显脚还蛮瘦，而且重要的是它穿在脚上还挺轻盈的，然后鞋底也是软软的那种。接下来呢，就是这次唯一买的一件衣服。这个衣服呢是一个设计师品牌叫 Cloud Season， 然后我买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衣服上面有好多可爱的这个小熊的头，今年特别流行在衣服上挂这种熊啊、兔子呀这样的毛绒玩具。这个卫衣的话就是这样的短款的样式，然后它这个袖口就是这种泡泡袖的那种感觉，也是比较显可爱的。它这个下方有这种可以收口的设计，就是这样。那往里收一点，它这个衣服的颜色做的真的是太元气了。超级显白有木有，而且这一款衣服的布料，它的棉质穿在身上也非常的亲肤，一点都不扎，软绵绵的，很舒服。买的另一样东西呢，就是这个一个硅胶的制冰模具。其实我在新加坡这边有买这样的硅胶的制冰模具，是应该叫 Zouk 那个品牌的。只是那个模具它太大了，我们家的杯子装不了那么大的冰块，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样的小一点的制冰模具。最后一样呢要说的就是我在淘宝上买的这个筷子刀具消毒器，因为新加坡这边真的是超级潮湿，我们家的筷子如果插在筷笼里的话，可能不到1个月。它的底部就会上霉，而且我看网上很多专家说，如果筷子一旦它的尾部有一点点霉斑的话，就必须要马上扔掉，不能再使用了，因为它这个霉菌可能或多或少都可能感染到整只筷子。所以我就想说买一个这样的消毒器，专门消毒筷子和刀具。然后它的这个顶端就是这样的一个口，里面可以插筷子和勺子，然后这边呢就是插不同大小的刀具。然后同时呢，它这个里面的模具是可以拆卸的，清洗起来呢就比较方便。然后这个消毒器呢就是有2个功能，一个功能呢就是加热可以烘干筷子刀具，另一个功能呢就是紫外线臭氧杀菌。但是呢我还没有用过，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用一段时间再跟大家说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内容大概就是这么多，希望大家看得开心，看得愉快，我们下期见，拜拜。